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師，歡迎大家來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學習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號，今天是星期二，每週二是我們的說故事時間。喜歡聽故事的同學，歡迎每週二的台灣時間晚上9點跟我一起學習中文聽故事哦。好，歡迎各位同學，我就不跟你們打招呼了，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故事吧。好，今天的故事呢一樣很難，不過很有趣哦。好，今天的故事叫懸壺濟世。好，懸就是掛的意思，掛哦，壺是葫蘆哦。好，不曉得你們知不知道葫蘆在古代沒有水壺，他們會用葫蘆裝水或者裝藥哦，然後很方便。以前的人會用葫蘆裝酒，用葫蘆喝酒。如果你們有看武俠片的同學，你們應該都看過武俠片裡面的俠客身上都會帶一個葫蘆，裡面裝酒哦。好，濟世，濟就是救的意思，救 save 救，所以濟世就是救世間上的人，這個世指的是世界的人，世間上的人哦，大家的意思。所以呢，就救所有人，救所有的人哦，懸壺濟世。那這4個字是什麼意思呢？不要急，聽完今天的故事之後，你就知道懸壺濟世的意思了哦。好，那麼我們看一下今天的故事。在漢代，有一個人叫費長房，他住在一個小城裡。他家樓下新開了一家藥店。好，漢代哦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朝代，你們不用在意它哦。是一個比較早的朝代哦。好 ，dynasty， 大夫，對哦，大夫就是現代的古代的醫生叫大夫。好，那有一個人叫費長房。好，這個字哦，有人會念長，有人會念長，那麼其實都可以，都有人念哦，所以我們不用在意它。我今天就念費長房。如果你們有聽到別的讀音有的人會念長，有的人會念長哦，那我今天都念費長房哦。好，他住在一個小城裡，他家樓下新開了一個藥店。好，藥店就是賣藥的地方哦，賣藥的地方。好，對，長大呀 Hannah A gourd and save humans， 對，艾云差不多是這個意思哦。好，那麼新開的意思就是最近才開了哦，可能有一家店，它是前幾天才開張，才開始營業，我們就可以說新開的啊，這家店啊是新開的，newly open， 表示它才開張沒有多久，新開的，這個很常用哦。誒，我家附近新開了一家超市 ，newly open supermarket。我家附近新開了一家書店 ，newly open bookstore。新開的就表示最近才開張了啊。好，藥店的主人是一位白髮老者，看起來很普通，但是醫術高明，很多人來找他看病。好，對，新開的商店，可以，新開的店商店我覺得比較正式，說店就可以了，新開的店哦。好，藥店的主人是怎麼樣的人？他的頭髮是白的，白髮。松本清是什麼呀？名字我真的不曉得。好，白髮老者老者就是老人的意思白髮老者就是白頭髮的老人，看起來很普通。普通就是不特別，像你跟我一樣，我們都是普通人，所以這個老者看起來就像一般的老人一樣，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呢，他醫術高明。哈，這句成語指的就是醫生或大夫，他很會治病，藥到病除。所以呢，找他來看病的人，這些病人的病都會被治好。所以你可以說這個醫生醫術高明。比如說你們去一家醫院，哇，你的病被治好了，你可以說醫生你真是醫術高明。華佗，對，華佗是這個中國古代最有名的醫生，最有名的大夫。對，藥到病除啊，不是藥到命除。好，要特別注意啊，是藥到病除啊，不是藥到命除。好，你可以稱讚一位醫生醫術高明，他會非常開心啊。很多人來找他看病，好，看病就是找醫生治療你的疾病，神醫很好，神醫啊。好，你也可以說醫生你真是神醫，你把我的病治好了啊。好，你真是醫術高明啊。OK， 我們繼續往下看。藥店門口掛着一個葫蘆，只要有病人來，他就從葫蘆裡拿出藥丸，讓病人吃下去。好，我們都知道藥店的主人是一個白髮老者。那這個白髮老者呢，在門口掛着一個葫蘆。好，你們看一下葫蘆是什麼？這個東西就是葫蘆哦。好，門口掛着一個葫蘆哦。只要有病人來，他就從葫蘆拿出藥丸 pill 藥丸，讓病人吃下去哦。好 ，OK， 好的，藥丸啊，如果你生病了，你去藥店或者你去看醫生，醫生也會給你藥丸哦。好，葫蘆記得哦，葫蘆。好，我們繼續往下看。說也奇怪，哎呀，好奇怪呀！如果你覺得一件事情好奇怪呀，怎麼會這樣發生了呢？你可以說也奇怪哦。好，說也奇怪 ，strangely enough。好，不管再棘手的病症，吃了葫蘆裡的藥之後，病人沒幾天，哇，就康復了，好厲害哦！我們加個病就康復了，病人沒幾天就康復了哦。好，這裡有一些詞彙，可能你們會覺得有一點難。第一個，棘手，棘手就是很困難啊，棘手是很困難的意思啊，所以你可以說這個問題真棘手啊，棘手哦，就是真困難，這件事情很難吶，這件事情真困難，不容易解決，這個叫棘手。可以把它學起來，我覺得是一個很地道的詞彙哦。哇，這件事很棘手。沒有辦法解決，可能要請人來幫忙哦。棘手，好，就是很困難的意思。不管再棘手的病症，吃了葫蘆裡的藥之後，病人沒幾天就康復了。康復 recover， 康復就是你的病好了哦。好，那所以各位同學，這個。如果你的病症比較嚴重或比較特別，我們可以說疑難雜症疑難雜症表示這個比較不容易治療的疾病，疑難雜症好，康復這個詞請你們記起來，是不是庸醫啊？我們要往下看才知道好 OK， 但是如果是庸醫的話，病人的病就不會好了，所以我覺得他不是庸醫。這個白髮老者不是庸醫，他應該是神醫，他的醫術高明醫術高明，對，疑難雜症好，我們繼續往下看。一天晚上，費長房看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哇，神奇就是你沒有辦法解釋，很奇妙的事情很奇妙、很特別的事情，神奇好。那費長房看到什麼事情呢？我們來看一下。老者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那個白髮老者，竟然跳進那個葫蘆裡，消失不見。葫
葫蘆這麼小，人那麼大，他可以跳進去耶，所以真的是很神奇的事情哦。費長房非常吃驚，就是你很驚訝，一個人這麼大，葫蘆這麼小，這個白髮老者是怎麼跳進葫蘆裡面呢？你們是不是也覺得很奇怪呢？那你們知道為什麼嗎？白髮老者跳進了葫蘆裡，這也太神奇了吧！所以你們可能跟費長房一樣，覺得很吃驚，覺得很驚訝，覺得不可思議。怎麼會有這種神奇的事情發生？你會覺得不可思議 ，unbelievable， you cannot believe it。好，這個叫不可思議。哇，這麼神奇的、奇妙的事情哦。好，那麼我們往下看。費長房心想，這個人一定不是普通人 ，not an ordinary people， 不是普通人，也許是神仙。好，也許就是可能的意思，可能 ，perhaps， 可能他不是普通人。可能他是神仙哦。好，那麼神仙就是在天上不會死的人，他們有法力，他們有 magic， 他們不會死，神仙啊 ，immortal 啊。好，可能是神仙，我覺得應該是吧。白髮老者這麼大的一個人，可以跳進葫蘆裡面，他一定是神仙，對不對？他不是普通人啊。好，所以這個費長房覺得很疑惑 ，puzzled， 很疑惑，他覺得沒有辦法解釋這樣的事情。好，我們往下看。第二天，費長房帶着一些食物，誠心拜訪老者，希望能和他學習醫術。好，第二天，因為前一天晚上費長房看到了這麼神奇、這麼不可思議的事情，所以第二天他決定去拜訪老者。他想知道這位老者的身份，好，所以呢，他非常的誠心 ，sincere， 很誠心，表示你是真心實意的你帶着誠意去拜訪這個人。好，他帶着一些食物，誠心拜訪老者，誠心不是假的，不虛偽，你是真心實意的做某一件事情，誠心拜訪老者，希望能和他學習醫術。他知道這位白髮老者不是普通人，他的醫術高明，他應該是一名神醫，所以費長房想要跟他學習醫術好。謝謝你加入我的會員，皇家學習者。哇，非常感謝你，好久沒有會員了。理查老師很久沒有會員了謝謝當然很多人是我的會員，謝謝你們的支持。艾雲問說，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能不能用棘手？當然可以咯。哎呀，我現在這個跟女朋友的關係很棘手啊，我跟她吵架了，可能我們要分手了。現在我們之間的關係不曉得該怎麼解決，很棘手，可以用在關係上沒有問題問題用在問題，用在挑戰，用在困難，用在關係上都可以用棘手好，那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我們來看一下。老者發現費長房人品不錯，於是告訴費長房自己原來是天上的神仙，真的，果然是白髮老者真的是天上的神仙，他是 God， 不是 God， 他是 immortal 好，那老者發現費長房人品不錯。好，什麼叫人品不錯呢？就是你的本性不壞，你是一個好人，然後你有很多品德你不是一个壞人，而且你人很善良，你是一個好人。
我相信各位同學，你們都是人品不錯的人。那如果你要幫女兒找女婿，你想要幫女兒找女婿的話，一定要找人品不錯的男人哦。所以各位同學，你要找對象，也要找人品不錯的人。一般來說，人品不錯會用來形容男生一般來說人品會用在形容男生上面一般來說好，所以人品不錯的男人是值得信賴的，你可以把女兒嫁給他好的，人品不錯就是一個善良的人，他不是壞人，而且他人不錯，人很好，有很多品德。林子已經失敗了。不會啊，林子，你的老公人品不錯吧？我看他好像對你也很好，對不对？好，自己原來是天上的神仙，好，他真的白髮老者，他真的是神仙好，那他為什麼會來到凡間呢？ Earthly world， 他為什麼會來到凡間呢？好，你們知道凡間嗎？我們住的世界就是凡間，神仙住的世界叫天堂基督教叫天堂在這個中國道教裡叫天庭天庭，對，凡間就是 earthly world， 凡間。那神仙住的地方，基督教應該會叫天堂那在道教裡會叫天庭天庭。好的，因為為什麼我都忘了改這個拼音呢？好，因為犯了錯，所以被玉帝貶到人間。好，我覺得這個句子可能有一點難犯錯你們應該都知道意思，就是 make errors, make mistakes。好，那因為白髮老者他是神仙，但是他犯了錯，他犯錯了，做了不該做的事情，所以被玉帝貶到凡間。好，玉帝呢就是天庭最大的神，他是 leader of the heaven。在道教裡面玉帝是 leader of heaven， 他是天庭最大的人，領導者，他是領導，他是 CEO 所以玉帝呢，他知道了這個白髮老者犯了錯，所以就處罰他。那貶這個字特別用在以前古代的官場上面，可能皇帝會把你貶到一個偏僻的地方好，貶特別用在第一個，現在這個場景就是玉帝把其他犯了錯的神仙貶到人間，或我們說貶到凡間，就是他本來在 heaven， 把 punish him 處罰他，把他貶到我們的世界，就是凡間或人間，這個叫貶，就是處罰的意思處罰的意思。然後呢，把他丟 throw or sent to earthly world， 這個叫貶。或者是古代的皇帝把犯了錯的官員like officers who made mistakes 貶到比較偏遠的地方，這個也叫貶就是處罰之後把它調到一個比較不好或偏僻的地方，這個叫貶。這個字比較難如果你不太了解一些中國文化的一些典故的話，你可能不曉得貶的意思，就是處罰之後把這個人調到一個比較不好的地方，偏僻的地方對，就是流放到人間，也可以這樣我們用貶会更好好，貶到人間或貶到凡間好，所以这個貶字呢，你要特別注意你要特別注意，比較難的字好，犯錯你一定要會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表達跟詞彙。好，玉帝呢當然是道教裡天庭 heaven 最高最大的神，叫玉帝。其實他的全名叫玉皇大帝，玉皇大帝
不是這個調，是這個調到 transfer 調到啊，把它送到調到一個比較不好偏僻的地方，調到。好的，对，貶義字的貶啊，所以這個貶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這個貶就是不好的事情啊。好，等好，玉皇大帝哦，很好。對，不是人間的老大，是天庭的老大，天庭的老大哦。好，神仙們的老大。艾雲說物品是 object 啊，人品是 like man's quality， 人品是 like a person's character， a person's quality 啊，不是玉皇上帝哦，是玉皇大帝哦，不是上帝哦，上帝是基督教的 Christianity， 上帝是基督教用的哦 God， 我們說玉皇大帝哦，大帝。好 ，OK， 我們再往下看。Jade Emperor。當天晚上，老者帶着費長房一起進入葫蘆中。好，我們都知道白髮老者是神仙，但是他犯了錯，被玉帝貶到人間。那老者知道了費長房他人品不錯，所以帶着他一起進入了葫蘆裡面了。哦，好神奇，對不對？好的，我們繼續往下看哦。費長房發現葫蘆裡面是一個很大的世界，很大的世界。它不是一般的葫蘆，它是一個神奇的葫蘆。葫蘆裡面有山，有水，有道路、農田和房子。哇，好神奇的葫蘆，對不對？它看起來很小，但是你進去之後，裡面別有洞天，平行宇宙，對不對？異世界，對不對？我們中文有一句成語叫別有洞天，就是你到了一個地方之後，發現裡面好像另外一個世界一樣，好神奇啊！所以這個中文有一句成語叫別有洞天。別有洞天哦，有錢不是有錢，是一個葫蘆裡面是一個很神奇的空間，有山，有河流，有水，有房子，有農田所以這是一個很神奇的葫蘆。對，別有洞天，它是個神奇的葫蘆啊。葫蘆裡面別有洞天，好像世外桃源一樣。好像 another world, another beautiful world， 世外桃源。葫蘆裡面別有洞天，好像一個世外桃源一樣。It's like a paradise beyond earth， 好像一個地球上沒有的一個神奇的地方 ，paradise， 世外桃源。好，這些詞彙啊，你們不要覺得很難，因為母語者都知道這些成語。第一個別有洞天，第二個世外桃源，like a perfect paradise outside the earth， 世外桃源好 ，OK， 好的，我們繼續往下看看看這個神奇的葫蘆到底是什麼東西。後來費長房拜老者為師，在葫蘆中學習醫術，成了一名好大夫，也開始治病救人。哇，我們的故事就到這兒就結束了費長房拜老者為師，在古代，如果你想學一些技能，甚至你想學功夫，那麼你要找一名師傅來教你，所以你就要拜他為師。師傅，請教我武術。古代的人你要學一項技能，你都要找一位師傅。那麼你要先拜他為師，你要叫他師傅，請教我這項技能。可能是武功，
可能是打鐵的技術，可能是雕刻的技術。那你要先找一個師傅，拜他為師，拜他為師。武陵桃源，那是台灣的一個地名。那費長房他在葫蘆這個新天地裡面，世外桃源裡，他在裡面學習醫術，他的醫術開始變得很高明，他成為一名好大夫。好，這個請不要念大夫，要念大夫，就是醫生，古時候的醫生叫大夫，也開始治病救人。他也學這個白髮老者，他也開始救人了，他也開始幫人治病了。好，這故事還有最後一段，我們看一下。他把葫蘆掛在門口當招牌，所以後來懸壺濟世成了醫生治病救人的象徵。好，所以各位同學，有時候你可能在中國的藥店會發現藥店門口掛着一個葫蘆，那你就要知道，其實就是懸壺濟世這個典故。所以我們以後看到醫生手拿着葫蘆你就知道了這個意思了。其實呢，他的意思就是醫生呢想要幫人治病，想要救人的那個心醫生都要想要救人，对不对？醫生是希望把大家的病都治好，這是醫生的願望，對不對？所以懸壺濟世就成了很多藥店的一個象徵。所以以後你聽到這個成語，就知道是跟醫生有關係的。然後醫生想要救人，幫人治病的那種心。好，所以呢，今天告訴你們這個就是懸壺濟世的典故。懸壺濟世的典故。好，象徵就是 symbol。等等 ，symbol 應該這樣寫才對啊。好，象徵應該這樣寫。好，象徵成了醫生治病救人的象徵。好，那今天的故事講完了。以後你們如果看到藥店掛着葫蘆，你們就知道為什麼要掛葫蘆，你們知道這個典故了。好 ，symbol。好，那麼我們繼續往下看。問題一，老者的藥店門口掛着什麼？這題太簡單了吧？你們這題答錯就要處罰，表示你們上課不專心。這題太簡單了，2個字是什麼？這題很簡單好，葫蘆答對了，就這麼簡單。葫蘆，老者，白髮老者的藥店門口掛着葫蘆。好，我們來看第2題。費長房看到老者做了什麼神奇的事？母語者就是 native speaker， 艾云，母語者 native speaker。懸壺就是掛着葫蘆懸壺掛着葫蘆懸就是掛的意思。費長房看到老者做了什麼神奇的事？濟是救的意思Mandarin 濟就是救 ，to save people， to save 救的意思to rescue or save 就是濟的意思艾云說老者的藥店掛着葫蘆，很好。對，很好。秀珍說進入葫蘆裡進入葫蘆內也可以就是 like go inside 好。費長房看到老者做了什麼神奇的事呢？一天晚上，費長房看到老者跳進了葫蘆裡，所以他看到了一件很神奇的事跳進了葫蘆裡。好 ，OK， 很簡單。我們看一下第3題。對，春嬌說對了跳進葫蘆內或跳進葫蘆裡都可以今天好多人訂閱我的頻道好，問題3，老者的葫蘆裡有什麼？考考你們的記憶力考考你們的記憶力。
老者的葫蘆裡有什麼？有山，很好。有山，你有聽過懸壺濟世的詞彙？應該有啊。如果你有去過藥店，應該有看過這樣的成語。有山，很好。有水，有房子，還有呢？還有，我還記得有2個哦，你們記得嗎？有很好。藍墨說，老者的葫蘆裡別有洞天，桃源哦。好，那這個世外桃源裡有什麼呢？有山，有水，很好。有道路，有農田，有房屋。能不能把這些詞彙記起來呢？有山，有水，有道路，有農田，有房屋。哇，葫蘆裡別有洞天，葫蘆裡有一處世外桃源。哇，你今天學到好多很棒的成語哦。好的 ，OK， 我們往下看。今天的詞彙呢，每個詞彙我會念2遍，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念，然後回憶一下它是什麼意思哦。好，對，跟人間一樣，很好，艾雲很棒。好，醫術高明，你可以用這個成語來稱讚醫生哦。醫術高明，醫術高明，藥丸 pill 藥丸。好，古代的人會想要學技術，想要學技藝，他會找一個師傅，拜他為師，拜為師，拜他為師哦。好，吃驚就是驚訝的意思，吃驚。棘手，一定要記起來哦。棘手就是困難的意思，棘手，這件事情很棘手。This is really hard to solve. 棘手 ，very difficult to solve. 棘手，棘手。好，招牌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商店外面會掛着一個牌子，這個叫 sign， 招牌，招牌，招牌。我吃驚了，對，好，招牌。好 ，OK， 各位同學，今天的課就到這，希望你們有學到新詞彙。然後也希望你們覺得今天的故事很有趣哦。好，那大家早點休息吧。sign。好 ，OK， 那我們星期4見。如果你們喜歡老師的課，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如果你想支持我的工作，也可以成為我的會員，像剛剛那位韓國的朋友一樣，成為我的會員。好久沒有人參加我的會員了。好 ，OK， 大家再見嘍，拜拜。